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进入冬季之后，市场上的蔬菜主要来自于蔬菜大棚种植，同时菜品的价格也特别的昂贵，一小兜的青菜都要几十块。这个时候来选购蔬菜，不但要合理统筹，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浪费，还要注意掌握一些选购技巧，就能够有效的避免买到一些问题菜。冬季要尽量少买的6种蔬菜，没营养还贵，很多人不知道还经常买，要尽早的告诉家人。1. 全身通红的番茄。番茄是一种很多人喜欢的家常食材，番茄炒蛋再搭配上一碗白米饭，是很多女生的挚爱。但是番茄也是一种比较难种植、难运输、难储存的浆果类的蔬菜，生长后期容易开裂，运输的路程中容易损坏，储存的过程中容易腐烂，因此番茄一般都会欠着2-3天就采摘下来。这个时候的番茄还是轻微的泛红。夏季气温高，番茄在运输售卖的过程中会有一些自然成熟的过程，呈现出表面泛红、底部微青的颜色特征。这种番茄买回家搁置1-2天便完全的自然成熟。而冬季的番茄提前采摘下来之后，因为气温较低，则自然成熟很慢，要用到烯类催熟剂来进行催熟，来加速番茄的成熟过程。这些化学物质在食用过程中可能会残留在果实的内部，给我们的健康带来潜在的风险。特别是儿童和老年人，由于身体对于有害的物质排除能力较弱，更加容易受到催熟番茄带来的伤害。不仅如此，催熟的番茄由于过早的采摘和人为的加速成熟，其口感和品质也会受到明显的影响。它们往往呈现出酸涩或者是失去自然的鲜味等的问题，严重的影响了我们餐桌的体验。那么如何的辨别催熟的番茄呢？首先我们可以通过外观来判断，外观上颜色比较均匀的，红的如同一个拇指托出来的，大多都是打了催熟剂的番茄，摸起来也是比较硬，表皮也没有那么的光滑，而且切开以后里面的籽还呈绿色，芯儿也是比较空，汁水少。而自然成熟的番茄外表颜色分布并不是特别的均匀，颜色有的浅有的深，果蒂周围还会有些绿色，旁边也会有些裂纹，摸起来圆度适中，番茄的表面有光泽，切开以后里面的籽儿颜色发黄，比较饱满，汁水多。第二种，洁白无瑕的莲藕。很多人对于莲藕并不陌生，因为它可以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食材。但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那就是不要购买洁白无瑕的莲藕。这是为什么呢？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莲藕的原产地。莲藕最早源于中国的南方地区，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蔬菜。莲藕是莲花的根部，身处于淤泥中，本身的颜色是黄色，微微有点发灰。而市场上卖的洁白无瑕的莲藕看似完美，但是这样的莲藕基本都是被药水漂白过的。这种处理方法是将莲藕浸泡在特制的药水中，使其表面变白。漂白的目的是使莲藕看起来更加的干净美观，提高其市场的价值。然而药水漂白可能会对莲藕的营养部分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失，因此消费者在购买莲藕时可以选择有机种植或者是不经漂白处理的莲藕，以便更好地保留其营养价值，也避免身体摄入不必要的毒素。第三种，有刺激性气味的金针菇。天冷了，正是吃各种菌类的时候，比如金针菇就是很多人都爱吃的美食。而购买金针菇也是有技巧的，因为有些菜贩为了使金针菇的保质期更长，就会在金针菇表面喷洒甲醛等等的保鲜剂。而喷了甲醛的保鲜剂，它闻着就会有很重的刺激性的气味。虽然喷了甲醛的金针菇经过加热后，甲醛的味道并不明显，但是它里面还是含有少许的甲醛，所以为了家人的健康，尽量的不要购买这些刺激性气味重的金针菇，要买没有任何异味的金针菇。有刺激性气味的袋装娃娃菜。娃娃菜是冬季的时令蔬菜，
样子看上去呆萌可爱，很多人喜欢吃。同时，娃娃菜是一种营养非常丰富的食材，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微量元素、膳食纤维，特别是叶酸的含量较高。选购娃娃菜的时候，特别是那种袋装的娃娃菜，一包有3到5颗的不等，一定要打开包装闻一下。如果能闻到一种刺激性的气味，还特别的辣眼睛，这种娃娃菜要尽量的少买，有可能是喷了甲醛类防腐剂的蔬菜。第5种，两面都是黑色的木耳。木耳是我们经常可以吃到的菌类，正常的木耳表面颜色发黑，背面是灰白色的，而且摸起来像有一层绒毛似的。劣质的木耳一般都是用蒂尔来冒充的，蒂尔颜色浅，但是很多商家为了增加假木耳的吸引力和销售量，也会违规的使用染料来给木耳上色。这样的木耳在外观上可能会非常出色，但是它们的品质却受到了严重的损害。首先，染色的木耳染料往往含有害的物质，无化学着色剂和重金属，长期的食用这些木耳会对人体的健康造成严重的危害。其次，染色的木耳并没有像天然木耳那样的丰富的营养价值。天然木耳富含蛋白质、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而染色的木耳由于经过了染色和加工，其中的营养成分大大的减少。所以我们在购买木耳的时候要留心观察，真的木耳一面是黑色，一面是灰白色，两面都是黑色的木耳肯定有问题。第6种，表皮泛青的土豆。我们在市场上买土豆的时候，会发现有些土豆表皮隐隐的有些发青，这样的土豆千万不要买，因为表皮发青的土豆有毒素。为什么表皮发青的土豆会有毒素呢？这主要是因为土豆在阳光、水分、温度都合适的时候就会发芽，会产生一种叫做龙葵素的物质，而龙葵素是一种有毒的生物碱，会导致中毒的风险。当土豆表皮发青的时候，意味着即将发芽，而这时候龙葵素的含量已经超过了安全的范围，食用后就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损害。食用含有龙葵素的土豆会导致胃肠道不适、腹痛、呕吐等的症状，严重的可能会出现中毒反应。而长期的食用含有龙葵素的土豆，更容易的引发神经性的疾病，如头晕、失眠、神经紊乱等。冬天要尽量的少买这6种食物，有人不明白还经常的买，越早知道越好。朋友们，你们还知道哪些冬季要尽量少买的食材吗？请在下方的评论区积极的评论吧。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